各位朋友，台灣和平統一的曙光是越來越暗淡啊！你敢相信嗎？鄭麗文現在正在美國訪問，而鄭麗文的國民黨竟然配合民進黨，現在在島內的立法機構裡邊大推兩國論啊！而且呢，賴清德呢這個數典忘宗的敗類啊，中國外交部对他的評語正在跟中國文化、中國的血脈做切割，他竟然能夠大言不惭地喊出來說，這個台灣也是海洋文化的 DNA 的發源地。哎呀，你看看吧，6月5號，賴清德出席了由馬紹爾群島、圖瓦盧以及帕勞駐台機構籌辦的所謂的首屆太平洋文化晚宴。在致辭中呢，賴清德大肆宣揚台灣與太平洋島國有着共同的海洋文化的 DNA， 並借機鼓吹雙方共享所謂的民主自由價值，企圖通過打南島文化牌和價值觀外交啊，來這個拉攏這些外部的勢力呀。這些外部勢力也挺有意思啊，這都是一個個的啊，这个带着阴茎鞘的那些小酋長國，地圖上根本就找不到。川普說台灣是一個筆尖兒，那這些呢？這些那就是原子唄啊，好吧。而且6月5號，台灣的立法機構通過了一項針對於中國大陸的所謂的譴責案。這個決議呢，由台灣各政黨聯合提出，旨在就所謂的賴清德4月訪問施瓦蒂尼酋長國的時候行程延期一事表達立場。決議的內容首次並列兩國的表述。根據報道，該決議內容公然表述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分析指出呢，這是台灣立法機構首次在正式的決議文件中將兩岸並列提及啊。這個呢，應該是兩國論的一個具體的實踐了。台灣媒體回顧稱呢，過去在不同的政黨執政時期，台灣的官方文件對大陸的稱謂未存在着差異。例如馬英九當局時期幾乎不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或者中國表述，而常用大陸等詞彙。蔡英文與賴清德當局呢，則在對外文件中直接使用中國字眼的情況逐漸增多了。這一次的決議呢，是在無顯著爭議的情況下通過，與當前國民黨在立法機構佔多數席次的背景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啊。此前呢，在2024年5月交通委員會的會議上，民進黨曾提出包含我方與中國等表述的臨時提案，但遭到國民黨立委傅崑萁等人的反對，最終修改為台灣與大陸的這種表述。此次決議直接使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稱謂，被部分的媒體呢鼓吹為重大勝利。決議呢還要求台灣當局的外事部門尋求國際民航組織、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等多邊機制的應對炒作反脅迫的議題。近年來，反脅迫政策成為全球部分國家進行政治操縱的手段。例如，歐盟於2023年通過所謂的反經濟脅迫工具法案，允許在面臨外國經濟威脅時採取提高關稅、限制服務准入等措施。七國集團也建立了經濟脅迫協調平台，以集體應對成員國的所謂的經濟脅迫，是吧？那麼在這種情況下，藍白綠可謂是一丘之貉，為虎作倀啊！不要再抱有任何幻想了，特別是藍營好處拿到手軟，關鍵時刻依然在往前推兩國論。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官方的文件上已經是並列了，好吧？我們再來看看台灣的名嘴郭正亮郭正亮呢也直接說，這個賴清德政府他就是個慫包政府面對日本和菲律賓就騎到臉上撒尿的這種行為
敢怒不敢言，甚至還叫好啊，太不要脸了。幸亏有中国大陸出手，帮着对付日本和菲律賓。除了我們政府的軟弱之外，還有亮哥告訴我們這件事情的嚴重性，還能夠怎麼補救？因為日本跟菲律賓，日本是那個琉球群島最尾巴那個八重山群島，那菲律賓往上是巴丹群島，對，距離400公里了，400海里哦。那現在決定要來劃海域嘛，就要劃那個經濟海域，對哦。那日本是主張200海里的經濟海域，所以他劃下來，那就是他的執法線，就失職嘛。我不相信不知道這件事，因為中國大陸決定把他是坦白講，他是乾脆同步進行啊。他一方面要抗議日本跟菲律賓，一方面就直接把台灣周邊所有的海域納入他的執法巡查的範圍，是啊。這事情很嚴重哎，對，因為以前是我們金門馬祖去大陸才會碰到海域的問題嘛，這一邊沒有大陸哎，大陸的漁船也不會來這裡哎，那大陸把這裡當作他未來執法巡查的範圍，你就知道有多嚴重啊！事實上已經在進入實質統一的步驟，是啊，從海域開始管起嘛，對，重點是日本跟菲律賓會達成協議嘛？對啊，是。那達成協議之後，人家就要進入執法階段嘛。那未來你的漁民不是被菲律賓抓，就被日本抓。對呀，你進到這個海域就是這樣。你未來只要有個事件，通通都算民進黨的賬。中國大陸一開始是因為他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所以他說跟他有關。他現在有第二個理由了，因為台灣都不管啊。所以只好我來管啊。對啊，為什麼高市早苗不叫那個念忍，是不是？忍吧，我都不知道，因為那個怪字啊，不讓那個官房長官跟你知會一下。我們行政院還有一個這個自衛隊出身的長官呢，當行政院顧問呢。對，請問他在幹什麼？對，你還付他薪水，所以這個典型的完全失職。他說肯定日菲能夠和平處理，日菲是要割你的肉。對呀，你要肯定他親門踏戶了，腦袋壞掉，真的是，因為腦袋壞掉嘛。所以我認為啊，不知道賴清德在想什麼，他怕會得罪賴清德。對，你怎麼會這樣講？他得罪日本吧？我啦，怕得罪賴清德啦。日本跟他有什麼關係啊？因為賴清德這麼親日嘛，對嘛？所以他不知道賴清德會用什麼態度嘛？這個對賴清德是重大考驗啊！我跟你講，你如果都不介入啊，那中國大陸就真的介入了。對啊，他目前是來繞一下而已啊，海警船啊，可能只有2艘啊，那未來可能來10艘啊，環台治理。那如果有結果呢？如果日菲談出了結果，一定會有結果的啦，那非常嚴重哦。那我不知道你到時候怎麼辦？對啊，那如果我的漁民，我方漁民進入到這塊海域，那發生了什麼？那你為什麼不趁？我們怎麼主張我們的權益？你為什麼不趁他還沒有談出來的時候介入啊？我跟你講啊，日菲要劃線是不可能跟台灣無關的，除非他整個都讓掉，就在我們的經濟海域200海里之外，就是沒有重疊，對，不可能嘛。經濟海域這種東西啊，本來就很虛啦，那現在就變成是台灣，坦白講就是誰能夠強力執法的問題了，所以就實力決定了。我們台灣上次不是出了海巡船，結果我們那個日本不是噴水嗎？對，在馬英九那時候，結果我們噴的跟那個小便一樣啊，好慘，就你噴的水柱不夠力嘛。中國大陸噴的水柱是直接把菲律賓那個玻璃都噴破了，強力水柱，到時候就是噴水比賽啊。因為馬英九那個時候是真的出動了嘛，真的。後來是不惜出動海軍啊，真的，不是嗎？那時候是，對不對？我跟你講，日本這種國家啊，你沒有對他強硬是毫無用處。我跟你保證，毫無用處。他就吃定你啊。都是具體執法的問題啊。而且我們的漁民啊，
到時候都會認栽啊。因為他怕被扣傳，是，所以你說到時候会不會有案子，會不會有事件？搞不好沒有，都是息事寧人，吞了就吞了嘛。你從這裡就看出這個政府有多無能啊！這是東海域我們海軍船最大的4000噸，只有1艘，叫雲林艦啊。那另外還有2艘3000噸的。日本最大是6000噸，中國大陸最大的是12000噸。你這個事不要發展到後面了，變成在那邊拼了。你台灣被晾在外面，結果我們的漁民感謝介入。搞不好真的還要靠，真的怕到。我這個可能性真的有对啊，是啊，要靠大陸的，因為大陸來抗議，日本就不敢真的辦嘛。对，結果我們的漁民感謝中國大陸介入，讓日本不敢抓我們了，因為大陸已經講了，列入例行巡查範圍，所以未來日本不敢抓，不是因為台灣的海巡單位是因為中國大陸忌憚大陸。對啊，不過這個我一點都不意外你覺得無能的部分嗎？當然了，尤其是碰到跟日本衝突的時候了，我們部隊菲律賓那一次還用了很大的力量嘛，對不對？後來那個菲律賓不是那個前總統來台灣道歉，你就看你能不能搞到穆元稹來台灣道歉吧。我們能不能爭出一個什麼結果啊？還是說這不會是這個不是爭出什麼結果？是你的力量強硬到什麼程度？對啊，我們上次那個馬英九台日漁業談判談出結果嘛？對啊，日本本來也是不讓的，李登輝、馬英九都不讓啊，不，李登輝到阿扁都不讓啊，談到13次都不讓，結果馬英九後來弄出怪招啊，兩岸聯手保釣，對不對？美國嚇壞了，美國叫日本趕快讓。日本是因為美國介入讓的，可是表示這一招是有用的。那李賴清德不會有這一招啊，聯手這個保東海域的漁權不可能，賴清德絕對做不到。所以嘛，我才問，那是不是從現在就已經可以預期到接下來結果就是這個樣子了？我認為日本跟菲律賓這個時候出手，就是料定你賴清德沒有這個可能嘛，太慘，你不可能聯手大陸嘛。哪裡知道大陸第一天就介入，立刻來了，就這樣了。大陸也料定賴清德不會做事啊，他就直接介入了，就這樣。我跟你講，這事情是蠻大的啦。那恭喜這個傅崐萁啊，花蓮的漁民啊，因為東海岸的漁民一定會有感覺嘛。你都不顧宜蘭的話，宜蘭也會，宜蘭也是，對啊，跟你有關，对不對？对啊，南方那邊肯定那個釣魚台那個時候我還跑去宜蘭，對啊，因為以前那個李偉華就在搞保釣運動，金介壽，我們那時候在採訪，對，所以宜蘭也有關係的，有，而且這個海域我跟你講啊，都是我們愛吃的魚哦，鮪魚、鮪魚、旗跟鯊魚啊，這都是我們常常吃的魚哦，就是這樣。這個說實在的，這個賴清德和台灣的民進黨當局才是世界上的大撒逼之最呀，對吧？他們才真的是寧與友邦，不與家奴啊！這些年來把台灣的民脂民膏孝敬美國啊，孝敬那些带阴茎鞘的酋長國啊，就是不給台灣的本地的老百姓改善基礎設施，改善老百姓的這種出行的電信的電力的這種待遇。台灣的老百姓為了手中的這一張綁票被這個台獨忽悠的是都傻了，忽悠的都那個成了白痴了。點個訂閱吧，咱們下期再聊。